We don't even have an app that's as good as WeChat in China. Like in China, you live on WeChat basically. Yeah. It's like yeah, everyone's like like you live on WeChat. You do payments, you do everything. It's like yeah, it's great. Basically, WeChat's kick ass. And we don't have anything like WeChat outside of China. So I was like, my idea would be like, how about if we just copy WeChat? Hey, copy them. ActChat 居然可以在国区 APP 里面正确的显示，难道真的有什么转机是我们不知道的吗？本期我们不聊别的，深入探讨一下为什么马斯克要推出 ActChat， 它真的可以登陆国区供我们使用吗？由全球首富马斯克打造的 ActChat 将会在4月25日上线。这里我上一下 App Store 看了一下 ，ActChat 是可以预约下载，并且支持中文。那么下载下来到底能不能用呢？马斯克的黑泡泡跟我们的绿泡泡又有什么区别呢？想要看到 ActChat 的设计逻辑，首先要明白它诞生的初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马斯克为什么要做 ActChat。他在之前的采访中多次提到微信，在中国几乎承载生活的一切，不管是支付、社交、打车等应用场景非常多。他认为要让 X 成为一个万能应用，首先必须要有一个高频、高信任的通信层。而正是基于对高频通信的定位，马斯克也看到了现在通讯软件的核心痛点，就是在马斯克的视角里，传统的通讯软件存在一个致命的底层缺陷，那就是强制绑定手机号码。在如今互联网盛行的时代，不管你登录哪一个软件或者网站，都必须要让你手机号码注册。现在的手机号码不亚于你本人的身份证，身份证是你在现实世界身份的唯一索引，而现在手机号码也是。一旦绑定你的社交关系链，就与电信运营商、政府数据库和黑客攻击面挂钩。为什么大家有这种烦恼？为什么现在骚扰电话越来越多？我明明没有任何的信息泄露，但是就是有这么多骚扰电话打进来。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用手机号码注册的软件，对方公司把你的信息进行盗卖，或者数据库被黑客攻击？那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事情。而马斯克的解法是 ActChat 彻底去掉手机号，那用户只需要用推特账号进行登录，意味着你的社交活动可以和物理身份剥离，实现真正的数字匿名或者是半匿名。同时通过端到端加密，确保推特公司内部也无法看到你的聊天内容。说到这里，很多人会对端到端加密产生疑问，我们日常使用的微信是端到端加密吗？从技术和产品逻辑来讲，并不是。微信采用的是服务器中转加密，这里我们举个例子比较清楚了。比如说你给你朋友发一条信息，那这条信息点击发送的时候，通过相关协议对你的信息进行初步加密，加密后的数据呢会在互联网当中进行传输。在传输的过程当中，黑客运营商是看不到任何内容的，只知道你在发信息。那这条信息会先到微信的服务器，服务器拥有一把万能钥匙，他们可以对你发的信息进行解密，然后审查。其实看到这里的话，你就明白了，微信其实并不是端到端加密，不然有的人为什么之前在绿泡泡上发一些不符合法规的信息，就会被请去核查。但是 ActChat 端到端加密就不太一样，它从原理上就直接杜绝了平台查看内容。我们还是按发消息举例子啊，当你准备给朋友发消息的时候，你的手机会直接利用对方的公钥，给消息套上一个特制的保险箱。这个保险箱非常特殊，它在你发出消息的那一刻，全世界就只有一把钥匙能够打开它，而这把钥匙就在你朋友的手机里。当这条加密后的信息经过互联网，再经过推特的服务器时，它依然是锁死的状态。就算是马斯克本人或者是他们推特公司的后台工程师，他都没有办法破译，因为手上没有钥匙，他只能看到一串毫无意义的乱码。在此基础上，马斯克还为这套加密体系引入了更极致的安全逻辑。他说要采取比特币式的加密逻辑，在比特币世界当中，你的钱只认你的私钥；在 ActChat 的世界当中，你的聊天内容也只认那一把唯一的私钥。在这种模式下，平台不再是那个掌握万能钥匙的管理员，而是一个盲目的搬运工。他切断了平台窥探内容的所有可能性，把沟通的解释权彻底交还给了你和你的对话者。那我们刚刚说的只是通信层，接下来讲金融层。X-Money live in closed beta within the company. 为了补齐金融能力，马斯克早已提前布局。他在前段时间推出了 X-Money， 还拿到全美各州的支付牌照，让推特有了处理资金流的能力。马斯克甚至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把年度百分比收益率调高至 6%， 也就是说你在 X-Money 当中存20万美元，每天可以获得大概 32.88 美元的利息。但是呢，只有支付和高息功能，它还只是一个类似配票的理财工具，用户只有转账或者存钱时才会打开，频率还是比较低。于是 ActChat 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高频入口，因为社交是人类最高频的数字行为。马斯克深知钱流向哪里，话就说在哪里。当你的钱、工资、投资账户都在 X-Money 时，你对于 ActChat 的信任度和依赖度会产生质变。这就是大家为什么现在依赖微信啊。其实我们聊天工具有很多，不单单只靠微信，我们可以在抖音上跟大家续火花或者聊天。但为什么要用微信呢？因为微信可能肩负了
就支付的功能，或者说它是最早让大家产生依赖的支付工具。那我们再说到 xChat， 首先你的推特账号就是你的数字通行证，甚至可以作为第三方网站登录的凭证。其次呢 xChat 可以负责杀掉你的时间，这里怎么理解？就是因为它是集成 Grok 嘛，它不再是人与人之间聊天，而是通过人与 AI 协作处理生活上的一些琐事，比如说你可以帮我购票吗？你可以帮我购物吗？或者是帮我做一下翻译。那最后 xMoney 负责临门一脚，让所有的信息交流最终都能转化为价值交换。那这个其实是比较疯狂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xChat 究竟能不能在国内落地？大家能不能使用 xChat 呢？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应该是不能的，因为根据2026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网安法，以及26年1月底由公安部发布的《网络犯罪防治法案》，中国对于互联网网络服务的提供者施加了极高的技术防范和内容审查义务。如果你作为这个服务的提供者，只要做到了包括未能停止传输非法信息、未能采取处置措施、未能保存相关记录，以及知悉用户在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东西的时候呢，没有向相关部门报备啊，那你这个企业或者是你就要倒大霉，因为会面临高达1000万人民币的罚款。主要的负责人呢还会面临100万个人的罚款，甚至还有可能会坐牢，那吊销你的营业执照，这些直接被国家拉进黑名单了。第二个就是 xChat 里面内置的大模型啊，这也是根本不会推出来一件事情，因为根据国家网信办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所有向公众提供服务的 AI 模型必须要通过安全评估并进行算法备案，像大家熟知的 DeepSeek、月之暗面、通义千问，然后腾讯的混元和华为的盘古，全部都是经过安全评估，全部都是要经过备案的。因为有这个备案的存在呢，所以在国内大家是没有办法合规的去使用 OpenAI 的 ChatGPT 啊，或者是 Cloud 啊，或者是 Grok。那 Grok 想要进来的话，就比较天方夜谭了。第三个就是针对它不需要电话号码注册这个事情，根据国家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税信息规定啊，强制要求所有在境内提供信息交互、发布以及商业服务的平台，必须收集并检验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综上所述，我对于 xChat 进入国区并且能够硬刚微信这件事情的话持怀疑态度。就算它短暂登陆了国区，半年之内这个漏洞也一定会补不上。其次，硬刚微信更不可能啊！虽然天下已经苦微信久矣，那我们之前就吐槽过，微信封号或者分群非常非常严重，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啊。那我也很希望未来有个软件呢能够把微信干趴下。但是以现在微信这个生态，要不是什么长辈、领导、家人在微信里面，那大家其实已经不太愿意去使用这个软件了。现在年轻的朋友很多都使用抖音来进行私聊或者是续火花。最后我想说，不管 xChat 能不能行，每个东西的出现都是有意义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记得点赞评论，谢谢。